当我们在搜索引擎里搜索芙蓉这个关键词，出来的结果要么是一种花卉，要么是某位奇葩的大姐姐。除了马来西亚本国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芙蓉其实是大马圣美兰州的首府城市。虽然这座城市在经济发展、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上都有丰富的积累，但是它在马来西亚的存在感还是比较低的，就如同我之前路过的哥打巴鲁和关丹一样，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对它可谓是一无所知。不要说我这个中国人，就连我在槟城的大马本地朋友，当问起芙蓉时，也会一脸茫然地问：“哎，萨拉玛棒啊，好像是吉隆坡的郊区吼。”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吃了一碗云吞面之后，就出发，准备去游一游这座我以前所不了解的城市。第一站，蜈蚣山天师宫。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今天来到芙蓉市郊的一座山上啊，这座山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华人庙宇。哦，哇！蜈蚣山这个地方就叫蜈蚣山天师庙。直上青云，翻译成英文就叫 Stairway to Heaven。哇，这里还有一个悟空哎！大圣就收了神通吧！哇，上面还有一个亭子可以爬得更高哦。哇，对面的山上还有很多神仙，还有一条巨大的蜈蚣。哇，这座庙造的真是非常的精巧啊！风景也非常好，可以俯瞰整个芙蓉市的城景啊。观音大士的脚底下呢，还有一个水池，水池里呢有非常多的锦鲤。还有一条，这条应该是假的吧，在水面上的应该是假的。OK， 我们到对面去看看那个大蜈蚣啊！啊，这条就是蜈蚣山的大蜈蚣哦。哇，它做的非常的栩栩如生啊，很精致。这看上去一点也不讨厌或者让人害怕，反而觉得非常的贵气哦。嚯嚯嚯嚯！蜈蚣老兄还有两个大眼珠子，挺萌的吧？这里有月下老人呢，前面应该是八仙类啊，八仙。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其他城市也有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这种中国传统神话或者佛教故事里的雕塑，但是感觉芙蓉这座蜈蚣山的这些雕塑呢，做的分外的精美，而且从造型的艺术水准上来讲，也是在马来西亚算是比较高的。哦，到这个角度才看到，原来张国老和铁拐李是在下棋哦。刚才我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喝酒了。哇，这水里有好大的一个，两个大甲鱼、大王八哎！哇，这么大的王八，好少见哦！这应该是别人放生在这里的。天哪，这尺寸！刚才那个池里有锦鲤，然后这里个池里边有小鱼跟两个大王八。然后这个池子里呢是尺寸比较小的一些乌龟和王八，各种乌龟王八，真的不是骂人，真的就是乌龟和王八呀！哇，好多呀！
大大小小的，欢乐的一家。这些应该都是善男信女们放生在这里的了。然后有了乌龟呢，怎么可以少了它的树敌兔子呢？所以说，在边上这个小山坡上养的是兔子。刚才我们在下面也看到了啊，有很多小兔子在里边。这里还有这么多小兔子。养了乌龟呢，就肯定要养兔子了，到时候可以玩龟兔赛跑。嚯哟！哦，刚才都躲在里边乘凉啊，一有东西吃就全跑出来了。这个公啊，这个天杯也真强。这就让回头的字，跟你講數落去，頭呢邊度蜈蚣山天师宫是一座佛教与道家相结合的庙宇。那么在马来西亚，其实这样的庙宇非常多，但这座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和美好的印象。这主要是因为它的精美。不论是整体的建筑结构，还是其中的佛像、神像和人像，甚至包括一些小动物的雕像，乃至整个游览区域里边各种丰富的多彩的游览活动，都让它显示出它独具匠心的精巧。所以以我目前所经历过的庙宇来看，论精巧，它是我们大马的 No.1。游览完天师宫，我就返回市区。首先呢，我要去著名的米南嘉宝博物馆，然后呢，再回到昨天晚上我游览过的湖滨公园看一看。这里就是圣美兰州的政府所在地啊，然后边上还有一个非常老的一个像欧式教堂一样的建筑，不知道是什么来头嘞，也可能是老的政府所在地吧，跟槟城一样哦。这个高架桥呢，就是马来西亚的南北大道高速公路。那在高速公路我这一侧呢，就是我们芙蓉市的老市区。在高速公路对面一侧呢，是芙蓉市的新市区。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很多这种高楼和 condo 啊，都是新城区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嘞，叫做米南嘉宝博物馆，它是一座有强烈马来族的建筑风格的一座博物馆。米南嘉宝人来自于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然后有一部分人迁移到了大马的圣美兰州。那么在此地呢，就形成了米南嘉宝文化。这部博物馆呢是免费的，它不用买票，你在门口写下你的名字，登记一下就可以进来了。其实一楼呢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历史展厅啊，它展示了这一米南嘉宝族的一些历史。由于大部分都是马来文，我也不是很看得懂。但是如果说你以为这个博物馆就这样完了呢，就错了啊。边上有一个小台阶，我们直接上2楼。哇，这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马来贵族的这种功底。当然了，其实他们的老百姓的房子也是类似于这样的，只不过规模小一点，更加简陋一些而已。走到2楼里边呢，又是一个展厅。还有一些现代艺术，这是现代的一些马来一些艺术家绘制的一些关于米南嘉宝族的一些绘画作品啊。其实当时他们那时候马来族的妇女是这个打扮的，头上有2个非常有趣的角，这个造型很魔幻，很像那种幻想小说里的角色。你看他们那时候的妇女是这种打扮的，并不像现在那样信奉伊斯兰教而包头巾的。我觉得这个现代艺术作品的展厅反而更有意思。在博物馆的边上的大草坪上呢，还有好几间传统的米南嘉宝式的木质建筑。哇，这些建筑好有趣啊！像热带地方，包括像我们中国的云南、贵州这样，他们当地的百姓都很喜欢在楼房的下面做一个架空城。可能这样会比较凉快，同时也避免这种热带的这种动植物的一些危害吧。
哦，上面还可以进去看看。Take off your shoes and I'm coming。哎呦，这个门好矮呀！哇，里边是这样子的。这小屋住的挺有情趣的啊。哇，里边还有正房。啊，这就是古代马来有钱人所居住的豪宅啊。看这里还有他们的生活照，感觉过得还是挺安逸、挺精致的哈。而且这种木质结构的房屋，在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发明的时候呢，会比较空气比较凉爽，不会像用水泥啊、砖块做的房屋那么闷热。这是边上另一间闽南家宝传统房屋的内部。我突然发现这两幢房子应该不是后来仿制的，从它里边的那些木头的这些成色来看，应该是原作，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老房子，只不过是可能动用了一些人力把它搬移到这个博物馆内部来而已。所以说这两个是真正的老房子。参观完闽南家宝博物馆，了解了深梅兰州独特而悠久的文化历史之后嘞，我又回到了昨天晚上来过的湖滨公园。这个区域呢，其实也是我们芙蓉市的市中心，周边呢是商场林立，店铺成群。我非常喜欢这些坐落于闹市中心的湖泊和公园，它让这座水泥都市有了一个绿色的肺，让我们可以呼吸更加清新、更加轻松的空气。那么在离开了湖滨公园之后，我就要去买一买我们芙蓉市的独特的特产。马来西亚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比方说槟城的炒粿条啊，怡保的白咖啡啊，沙捞越的哥罗面啊。那么我们芙蓉这边呢，就是这个烧包啊。这个烧包是什么包啊？有多烧啊？我们进去看一下哦。到这儿买点烧包回去。脆皮2粒，传统的猪肉2粒，一共4粒了。OK， 那就来一个，给我来个鸡肉的好了。是去那边付钱的。买完烧包，我们准备出发去库拉伦帕了啊。OK， 刚好肚子有点饿了，我们尝一个啊，脆皮烧包。哇，好烫啊！它是现烤，有点烫。哦，来一粒哦。好吃。这个味道比我以前在吉隆坡跟槟城吃的好吃多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它味道现烤出来的味道特别香，特别酥脆啊。到芙蓉是要吃一下这个烧包。它除了那个传统的原味，还有脆皮的，我们尝尝看。这个更加香酥啊，可以。OK， 我们上了南北大道，现在直接去吉隆坡，我们走高速。芙蓉烧包城呢，就位于南北大道我们芙蓉市的入口旁边，所以买完烧包呢，我就直接驾车上了高速，前往吉隆坡和布城的方向。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先不前往吉隆坡市区，而是前往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中心布城普特拉加亚。